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原本我是没有计划要做这个影片啊，但是酒吧叫我去做这个影片给大家看，这个游历到底有多坑，所以这里非常感谢酒吧提供素材。那首先我们要了解，这个幸运值只是计算在游历里面而已，不包括你外面开一些军器箱子。每次游历都会获得10点幸运值，除非是有暴击就会比较高一点。规则有说有30%的概率会有双倍幸运值，最多幸运值可以提升到400点，但这个幸运值不会持续每一天，它会每一天重置。接着这个是宝石消耗，如果你们要抽满120次的话，要准备40330颗宝石。从第1次到第10次的时候，消耗的宝石数量会稍微少一点点。在11次之后，每一次游历都要消耗350颗宝石。这里我是已经跳过了我们日常免费游历的次数，现在120次全部都是要消耗宝石的。到这个时候，我的幸运值其实已经到达300了。后面会演示给大家看，如果已经到达400之后开出来的东西跟平常有什么差别。这里的画面我不会剪掉，但是会稍微加速一下给大家看整个过程。基本上你要抽到大概110次之后才会到达最大的幸运值，也就是400点。OK， 那么这个画面其实是我第2天录制的，那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拿到一个不错的军器。2.8% 的攻击力， 3.2% 的防御力，还有 2.5% 的生命值，就是比较可惜这个军器没有铭文，不过之后可以打一个上去。当然我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，现在只是拿到1个而已，我们要接着玩下去。而且你们可以发现到，就算我的幸运值已经到达400了之后，我拿到大多数的军器其实都是蓝色的，偶尔会出现一些金色的军器，但是真的概率很低，很少会见到。还有就是我去算过了，这边宝石的消耗其实算起来跟我们之前转轮盘是差不多的消耗。还有当你们看那个牛车是紫色的时候，大概率只会出现到紫色而已，但是如果出现金色的闪光呢，有可能是全部蓝色，或者是有出现到金色的。意外之喜是有概率会出现的，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。像那个牛车是金色的，大概率可以拿到金色，但是这个铭文呢其实不算太好，多数还是以蓝色或者是紫色居多。那其实蓝色的军器我是不用到了，我可以跳过，只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数值怎么样。还有意外之喜，其实我开过很多次，大概率都是紫色或者是蓝色，很少会看到金色的。那其实到了后期，尤其是幸运值变成400点的时候，我觉得后期应该要给多一些金色或者是紫色。毕竟玩家都已经花宝石下去了，还是拿到一大堆蓝色，我个人是觉得不是很值得啦。当然这个是针对于那些花宝石的玩家，如果没有花宝石的玩家肯定会希望他们不要拿这么多金色，不然一般玩家跟氪金玩家之间的差距会拉得比较远。那我看到有一些玩家评价说，这个游历花宝石是让那些大佬去刷保底，但你们也看到这个画面了，假设说它全部都是金色的话，那保底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拿到专属铭文。但是你们也看到画面了，多数都是蓝色或者是紫色它的保底只是计算金色而已。我一天测试2个账号，算下来平均一天大概可以拿到20个金色。当然我这个是2个账号啦，我做了2天的测试，相当于一个普通玩家玩了4天，一天平均拿到10个金色的军器。一个专精铭文的保底需要用到150，等于说需要用到15天时间才可以拿到一个专精。这边拿到洗炼石只有1颗而已。如果是大保底要拿到专属铭文的话，至少要花150天。OK， 这个账号已经抽完了，我们换下一个账号。这个画面是同一天去抽游历的，但我这个是后置录音啊，所以我已经知道这一次的游历什么鬼都没有所以就快速带过。这里再继续讲回刚刚我所说的，如果要用到15天才拿到一个专精的话，大概需要花60万宝石左右。假设说你完全没有买军器礼包，只是光靠这个游历或者是平时一些活动拿到军器的话，到大保底的时候至少你要花600万宝石，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简单。所以你们说靠这个游历可以去帮大佬刷保底吗？确实是可以提升他们的保底，但是背后所需要消耗的宝石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。不过往另外一个方面去想，确实这个游历是有概率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军器，或者是拿到比较好的铭文。像前面我就有分享，我拿到一个拱形阵的骑兵军器，其实还不错，只是没有铭文而已，但是那个概率是真的少的很可怜。试想一下，你花了4万宝石在一天里面，但是你只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军器，这样这个军器其实还蛮贵的。然后这些紫色跟蓝色的军器最多也只是拿去回收而已，回收之后拿到更多的硬币，再去商店那边兑换东西，比方说洗炼石或者是拿到更多的军器箱子之类的。
严格来说，这个游历也算是给一些平民玩家多一个途径去可以更快的拿到军器，或者是有机会可以拿到更好的军器。毕竟还是有玩家是完全不想要花任何钱的，但你努力去采集宝石的话，还是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我前面有提到了，他给的金色军器是真的很少，所以这样子每一天花宝石去拿到这个军器，我个人还是觉得不是很适合。第二天这个账号也是搞定了，我们进入到了第3天，也是完全没有收获。在这一天2个账号加起来只有拿到13个金色的军器，所以这边也是间接性告诉你们，不要以为每一天都可以固定拿到这么多的金色军器。甚至我还有看到其他的玩家花了3万宝石在这个活动上面，一个金色军器都没有拿到。虽然我这边的画面只有2天的记录，但是我这里是已经持续了3天，我玩下来这个活动呢是真的不太值得。我有问过98，像那个活动给这么少金色的军器，他会不会再继续玩这个活动？他的回答也是让我出乎意料，他讲他会继续玩下去。因为他的说法是，如果拿到这些紫色或者是蓝色的军器，可以拿去回收，就算是拿到那些金色没有用的，也是可以拿去回收。之后去商店可以兑换一些奖励之外，还可以拿到铭文。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玩家跟大佬之间的差距了。我们普通玩家只是想到能不能通过这个活动拿到专属铭文，或者是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军器。他们的想法是如何把这些没有用的军器变废为宝。但是我今天分享的影片画面给你们看，应该也是蛮明显的吧。其实这个活动是真的不太值得，我个人觉得。尤其对于普通玩家，一天要花4万宝石，相当于半条龙的宝石。就等于说你2天里面要买1条龙左右，你一整个月都要玩这个活动的话，相当于你1个月要花12条龙，并且你要记得这个12条龙只是花在这个军器上面而已，你没有办法去玩其他的活动，比方说转盘、小锤子、炸弹活动等等那些需要花宝石的活动，你都要额外去购买。像我这2天就已经花了16万宝石在游历上面了，可是只是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军器而已。还有就是我个人感觉，现在出现了保底机制之后，现在要拿到专属铭文都是等到有保底的时候他才会给你。个人感觉而已啊，就是专属铭文好像没有之前这么容易获得了。还有开箱里面的一些基础加成呢，都变得比较低一点了，没有这么高啊，要超过2%都比较难。总的来说，军器还是无底洞了，不管他现在出了多少活动，有机会让我们去拿到军器也好。如果你的朋友打算要花宝石在这个游历上面的话，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给他看一下啊，经历了这么多天，然后花了这么多宝石在这个活动上面，这个真的是血的教训了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，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还是说你们透过这个游历有拿到比较好的东西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